12月28号89开始发起台湾人办中国身份证，因为关注度不够，所以12月30号跑去冲中国国民党党部，然后呢打陈玉珍不够，又把徐巧芯拉进来，然后后面呢就陆委会跟内政部同比跟进。到了1月2号发现还是吵不起来，因为呢漏洞百出啊。到了1月3号，民进党用官方的方式也跟进去，那在中间包含各种造谣、各种炒作，炒到呢大翻车。所以其实现在对民进党玩到这个程度，没招了啦，没播啦，不然怎么办呢？青鸟在脆上说陈玉珍是有中国身份证，然后各种出征。站在国会执政当年动起来，国民党都查一遍，到底几个是共匪？结果陈玉珍说，不然就池立委出来对赌啊！青鸟马上转弯。陈玉珍，你什么咖？我就问了，黄杰投票数是你4个，你好意思在那边跟人家呛池立委？已经开始语无伦次，立委是对等的，你这样是看不起金门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没中国身份证不是应该的，是要对赌什么？不是啊，堂堂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抹黑其他人，然后你们现在集体翻车了，开始说赌什么？这些青鸟已经疯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最近8·9就一直追着这个中国身份证的说法一直在打，先说台湾人有中共护照，然后再来说有中共身份证，然后再来否认中共身份证，然后呢过了2天私讯想办中国身份证、中共身份证，一个身份证玩了4次。那所谓的中共身份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他就故意搞一个模糊一个地带嘛，然后做了好几期，其实都很水了。那当然就是因为那些小青鸟嘛，就爱看，竟然还有人来跟我争论说，就算他是诈欺犯，难道他讲的话不可信吗？我都快晕倒了。那更屌的是，他们就跟着社主日记说，那我们要去抓谁呢？抓陈玉珍。说了生出2组奇怪的数字，他们就在脆上面呢，开始说陈玉珍的中国身份证号码查询如下啊，来。完全是 P 图的哦，然后说陈玉珍说谎 ，P 上来之后呢，他们就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，然后就开始各种出征，有没有？这台共匪关就还不查他吗？什么资格站在国会执政当局动起来？不要再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国民党都查一遍，到底几个是共匪？通敌罪啊，各种抓快解除他的立委身份哦，然后就被郑克爽踢爆2组奇怪数字，事实上是什么呢？贴上身份证字号、姓名，支付10元人民币验证，验证的效果是什么？叫做不一致。然后好笑的来了，晋传媒就爆了，陈玉珍就说我根本没有中国身份证，然后黄捷那乱呛嘛，所以他就呛黄捷说什么，不然就池立委出来对赌啊！如果他有，他就池立委；如果没有，黄捷等立委就该辞职，不要再浪费大家时间搞罢免，直截了当。青鸟马上转弯，黄捷立委得票数113670票，陈玉珍立委得票数28846票。陈玉珍，你什么咖啊？我就问啊，黄捷的得票数是你4倍，你好意思在那边跟人家呛池立委，有够无耻！青鸟已经开始语无伦次，陈玉珍就金门的啊，金门的投票率很低好吗？而且呢，金门跳低，人家也是个立委，立委是对等的，你这样是看不起金门就对了。好，陈玉珍有种来我们这选区啊，2万票销通什么？上次跟黄捷还没跟你算呢。然后呢，没中国身份证不是应该的，是要对赌什么？不是啊，你抹黑人家然后呢，你们现在集体翻车了，开始说赌什么？这些青鸟已经疯了，你知道吗？陈玉珍有遵守过对赌，每次要人辞，自己说又装没事不敢辞，哪一件事嘛？恶心！中共随便帮你打个咖啡就永远查不到，跟你对赌。照你这种说法，陆委会废掉吧，海基会废掉吧，什么功能都没有，能不能查吗？都是公开可以线上查的好吗？那好玩了，现在抓不到陈玉珍怎么办呢？抓别人督小啊！李东宪他是跆拳道教练，但是呢，讲白了啦，我就直白讲，他投共了啦。陆委会说，如果李东宪有中国身份证，我就撤销李东宪的台湾户籍。那为什么是台湾户籍？为什么不是中华民国国籍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没有读？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，因应国家统一之前依照宪法第27条等增修宪法条文如左。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，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义务及其他事务之处理，以法律特别规定。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台湾人民不得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领用大陆护照，违反其下规定的话呢，叫做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及台湾地区选举罢免、创制、复决、军职、公职等成立，并由户政机关注销其台湾地区之户籍登记，但其台湾地区人民身份所负之义务及责任不因丧失而免除。什么意思？他只是被暂停了公权，
但是呢，他的权利义务还在不在呢？在，好吗？如果呢他注销了大陆地区户籍，放弃大陆地区护照啊，那向内政部提出相关证明者不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。所以我国的中华民国国民依据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专法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因为加入对岸然后就注销你的台湾人的身份，好吗？你随时只要是放弃了对岸的户籍跟护照或所谓的居民身份证，你只要放弃了你就恢复了。更好笑来了，讲老半天哦，内政部长刘世芳还跳出来骂人哦，说呢有超过10万名台湾人领大陆身份证，结果呢内政部啊很认真的找到2个，发现了影片呢，发现林姓数亿民众已有中国身份证，那发函呢要求他好来这个依照户籍办理相关规定。不是叛国吗？不是抓起来吗？开那记者会讲话讲得超硬超干，他说啊，必要时直接取消台湾户籍，废止台湾身份证。如果两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的话，依照中华民国户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是互斥的，因此会注销或废止户籍，健保相关福利也随之废止。那我说，如果废止户籍还是中华民国国民吗？内政部副司长陈永志说啊，根据行政院2023年5月24针对国家赔偿条件后续做的函释以及出入国民法等规定，遭废止户籍后就不会是中华民国国民哦，是这样是不是？苏贞昌的函释比较大，还是因应宪法所订定的特别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比较大，烂到极致啊！最后呢下不了台，怎么办呢？陆委会啊气啊，就把海峡导报给禁了。民主铁拳嘣，海峡导报禁止来台驻点啊，因为他明显从事统战工作，把海峡导报锤死啊！这事情就当作没发生了。陆委会副主委梁文觉宣布，最近因为呢中国驻台媒体海峡导报，政府经过评估，该媒体明显从事对台统战工作性质。该报社委委员林进东曾经拿了经费指示捏造民调，介入总统大选。我们认为海峡导报已经不是单纯的新闻媒体，未来暂停海峡导报及其所属的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来台驻点。目前在台驻点中国媒体总共有8家12名记者。海峡导报有1名记者正在台湾驻点，限期至1月23，但不会请该记者呢提前离境，该离开的时候就请他走了，不会再批准新的轮替人员。事实上他根本没办法惩处海峡导报，所以呢他说我不会请该名记者提前离境，因为他没有权利，你知道吗？该名记者做了什么？你如果说他从事统战相关行为，不是叫他离开而已，要把人抓起来关呢。所以讲了半天，八炯从头到尾这个都是个政治动作。八炯他的上面是黑熊，黑熊的上面是赖清德，这是由赖清德下令的，这些人是跟着赖清德在做事情，他们最终要导向台湾已被中共全面渗透。所以为了要避免国家紧急状态，必须要戒严。可是呢，尹商偷了赖赏的剧本，所以没办法戒严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民进党官方脸书一起在炒作中右台人办中国身份证，也就是民进党官方脸书公然的在附和八炯，你看厉不厉害？所以我说民进党已经玩到这么 low 了吗？没招了啦，没播啦。